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就是觉得很神奇。我千年后研究过的人，现在就在我的眼前。研究？这是何意啊？你不是好奇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，在那个时代，你、大宁朝都已经成为了历史。而我的工作呢，就是探寻历史，还原真实。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养母，是他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。他却在工作中因公殉职。那你说说后世是如何评我的？后世说，宁安君是赫赫有名的暴君，称得上是遗臭万年。他最好摸人脑袋，常常换一排人上朝，然后挨个摸人头顶，挑一个最合心意的砍下来把玩。这么一传，着实骇人了些。遗臭万年不远。你又没有滥杀无辜，他们都是乱说的。这么信我？眼见为实。我要是没有穿越过来，我也不知道你摸人头颅的缘由，是为了入别人的梦啊。对了，你为什么可以入梦？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吗？娘亲死后，这能力意外萌生。大概是我太想她了吧，能进入梦里见上一面也是好的。都过去了。时过境迁，真真假假。这么看来，这历史上最公正的史书，也无法还原真实。此话何解啊10载，我厉贵妃于宁安13年，亡于自己的生辰宴，死于长公主之手。这也太荒唐了！皇姐杀你做什么？我以前也是忧心，现在想，兴许是笔误，或是以讹传讹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对了，我本想着此番事了，就去公主府接你回来。这是我从娘亲那里学来，赠与心念之人的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你娘亲教你的？只是许久未编，有些生疏了。末尾这里编错了，应该先右上，再左下，这样打出来的形状才漂亮。心安，这绳结的编法，是我教给老师的，是我送给老师的礼物。娘亲的名讳被禁止载于史书之中，一直以来未有人敢提起。她叫舒敏和。舒敏和，凤之凡，凤之力。他知道自己无法被历史记载，所以就将自己的名字拆开，放在了你们的名字之中。我真是太傻了，原来谜底就在谜面之中。我说怎么初见你时便觉得熟悉呢？原来我早在娘亲口中与你见过千百回了。老师向你提起过我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明明身份尊崇，所盼皆得，
可娘亲却时常显得孤寂。我那时候不明白，便时常缠着她问。娘亲只是一遍一遍地编着这个花绳，给我不断讲一个女孩的故事。娘亲常说，她孑然一身来到这里，可她知道，她并不是一无所有。那孩子在想她。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。娘亲常说，五彩绳结寓意着吉祥平安，要送给心中最真实之人。自我第一次从娘亲口中得知你的存在时，我就一直在等待。我相信你存在在这世上。静安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久等了，风之旅。久等了。老奴确信，贵妃娘娘的笔迹和出阁之前的笔迹已是天壤之别。确有此事？千真万确。笔迹与以前大不相同。如此说来，上次回府时他的言行举止确实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若非异端入体，又如何解释这些反常？我早该将他们都杀了。若这注定是他的命，就别怪我心狠。陛下，昨夜尚书府满门被灭，属下在府中找到了这个。驻颜术，日饮桂花酿，辅南竹花为饮。你速善治香，看看此方子有何玄机。禀陛下，这是一剂毒方，看似美味药材十分安全，搭配在一起并不冲突。问题就出在这药引之上。此花为乌江盛花，香气凌人，花期阶段盛开之时便近死亡，荣枯不过转瞬。娘。娘，娘，以它为药引，服用者日渐姿容焕发，犹如芙蓉花开，少女回春。是，中了此毒之人有一特色，死亡时人面腐化，窗口如靡靡之花，整个尸身爆发出一股异香。即便在乌江，也是一花难求，所以中了此毒之人暴毙而亡，根本查不出原因，只能诊作瘟疫血迹。